為什麼90%的人用了 AI 卻總覺得也就那樣？答案藏在一個你每天都在消耗但可能從未真正理解的東西裡 ——token。今天我們就來聊聊 AI 到底是怎麼看你說的每一個字的。你好，我是 Spike， 歡迎來到 Spike 聊 AI 系列。今天想跟大家聊一個詞 token。如果你用過 ChatGPT、Gemini 或者是 DeepSeek，你可能在付費頁面會看到這個詞。很多人以為 token 就是數字，其實不完全對。理解 token 這個概念，不僅僅是要在幫你省錢，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讓你真正的理解 AI 是怎麼看這個世界的。為什麼 AI 有的時候聰明的嚇人，有的時候又笨得讓人無語？在我之前的節目裡面曾經說過，90%的人用不好 AI， 不是因為 AI 不夠強，而是因為人類沒有完整的表達自己的需求。但是今天我想更進一步、更深層次的去挖掘一下，要完整的表達需求，你就得先理解 AI 用的語言是什麼，而 token 就是 AI 的語言。前幾天我去買咖啡，正好呢，咖啡店裡面放着一個抓娃娃機，抓娃娃機的投币口上面寫了一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翻譯過來大概就是：如果你要想抓娃娃，請到点餐處去購買 token。这個是我第一次看到 token 在 AI 以外的一個應用場景。但是這個場景其實更方便大家去理解 AI 當中的這個英文 token 是什麼意思，就是遊戲幣嘛。那遊戲幣是用來幹嘛的呢？也就是說，在抓娃娃機裡面，你是不能直接把1塊錢鋼镚放進去的，你必須先拿1塊錢或者不管多少錢去買一個 token， 就是遊戲幣，然後你用這個遊戲幣塞在遊戲机裡面，你才能夠抓娃娃也好，或者是玩任何的我們叫街機遊戲吧。那我覺得這個呢，正好就是 AI 裡面的 token 所要表達的意思。人類用的是文字，但是 AI 其實不能直接讀文字，它需要把文字轉換成它能理解的這個遊戲幣，也就是 token。你跟 AI 說話，就像是你把錢換成遊戲幣，然後 AI 用這些游戲幣來玩你的請求。所以 token 就是 AI 的貨幣，是它看世界、理解語言的基本單位。那 AI 是怎麼把文字切成 token 的？人類看文字是一個一個字的去看，但 AI 不是。AI 把文字拆成一個個的 token， 這就有點像把句子切成一塊一塊的拼圖。舉個例子啊，如果我們用中文說我愛你，那可能 AI 會把它切成3個 token， 一個是我，一個是愛，一個是你。那人類在接收到我愛你的時候，其實我們更多領會到的是我愛你這一個詞語作為一個整體所表達的意思，而 AI 並不能做到這一點，它只能理解我愛你這3個字。那如果用英文表達 I love you 呢，其實可能也是要被拆分成3個 token， 就是 I love you。但是英文的書寫跟中文又有點不一樣，因為大家在書寫英文的 I love you 的時候，你會在 I 和 love 中間加個空格，在 love 和 you 之間加個空格，而這個空格也算一個 token。但有些時候呢，一個英文單詞可能被切成好幾塊，比如說 unbelievable 這個單詞明明是一個單詞，但是 AI 可能會自动的把它切換成 unbelievable。 那為什麼要這麼切？因為 AI 不是人，它不懂单詞的概念，它只能是在海量的文本訓練当中學會哪些字符組合在一起經常的出現，然後呢就把它们當成一個單位了。就像玩遊戲幣，有1塊錢的、5塊錢的、10塊錢的，那 AI 的 token 其實也有大小。
那一個 token 到底有多大呢？粗略點來講吧，對於英文來說，一個 token 約等於4個英文字母，而對於中文來講呢，一個 token 約等於1個半到2個漢字。所以同樣的意思，中文通常比英文消耗更多的 token。這也就是為什麼用中文跟 AI 聊天，額度用得更快。回到咖啡店的這個比喻，用中文跟 AI 說話，就像是買一杯咖啡需要3個遊戲幣，而用英文說同樣的話，可能需要2個遊戲幣。那我們為什麼要關心 token 呢？你可能會想，這跟我有啥關係？其實關係還蠻大的。第一，這決定了你的使用成本。不管是 ChatGPT、Gemini 或者是 DeepSeek， 付費模式都是按照 token 計費的。這個有點像你用蜂窩網絡是按流量計費的這種感覺，它不像你家裡的寬帶是包月的。那所以你發送的內容和 AI 回復的內容其實都要算在 token 裡面的。也就是說，你用這個流量去上傳的內容和下載的內容其實都算流量的。不光是你下載的那個照片、文字或者視頻算流量，你去上傳的東西，對吧？你給別人發信息，你發出的文字它也算流量的 ，token 也是一樣的。而且通常呢，這個 AI 回復的這個 token 會更貴一點，就像抓娃娃機，你投1個硬幣能玩1次 ，AI 也是，你說的每一句話，回復的每一個字，其實都是在消耗遊戲幣。那第二個呢，是 token 決定了 AI 的記憶容量。因為 AI 它並不是真正的有記憶，它只不過是把你們之前說過的对話回復的內容全部都塞到一個叫做上下文窗口的東西裡面。而這個窗口呢，是有大小限制的，比如說2000K 的 tokens 或者是200K 的 tokens。那如果你跟 AI 聊了很久，超过了这個上下文管理窗口的大小，它可能就會忘記前面的內容。所以有的時候你會發現，你聊的越多，它可能就會出錯的概率反而會越高。這個其實並不是 AI 健忘，因為 AI 本來就沒有記憶，而是它的工作台就這麼大。就像抓娃娃機的那個出幣口啊，有些這個遊戲廳裡面有一個專門讓你拿 token 去兌換 token 的機器，對吧？它是一個大的台面，然後上面放着好多的 token。那麼這個時候，其實這一個台面就這麼大，它最多就能放這麼多 token。如果再多，它就掉下去了。所以你跟 AI 也是一樣的，你聊的太多了，它就把那些之前的 token 就掉下去了，就表現出來的讓你的感覺就是它忘了，被擠出去了。那這是第二個。第三個呢，其實這也能夠解釋 AI 的一些笨拙。比如你讓 AI 數數，其實它經常會數錯的，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啊？那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其實 AI 和人類數數的底層原理完全不一樣。人類是在數數1 2 3 4 5 6 7 8 9 10，但是对於 AI 來講，它其實不是真的在數，而是它在一個一個字的預測。1出現完了，最有可能接在1後面的該是誰？它通過這種預測到原來是2。那你想想看，這種預測方式其實就跟我們叫大數據嘛，它接觸到的大數據就有很大的關係了。如果比如說4的後面跟的最多的這些我們叫語料，給它灌的這些語料，4的後面不是5，它可能數到4，它就不數5了，它數到不知道別的什麼去了。所以它其實沒有真正的計數能力的，這也跟 token 有直接的關係。再比如 AI 寫代碼，可能大家沒有太遇到過，但是大部分用 AI 寫代碼都會發現，它寫到一半突然就是被截斷了這個代碼。為什麼？這也是因為 token 的限制到了。這個桌子已經被塞滿了，你要想寫，再重新建一個窗口吧。娃娃機停了啊，你的 token 用完了。那這講完了這3個 token 跟我們真正用 AI 的理解 AI 的關係之後，我就可以再進一步的結合我們上一集的內容，跟大家去聊一聊禮貌的表達與 token 之間的一些關係了。那既然 AI 只是在做模式的匹配和處理 token， 我們上一期說對 AI 盡量要有禮貌，是不是就互相矛盾了？其實我們上一期也提過這樣的問題，对吧？因為 AI 按照 token 的這種模式，它其實是聽不懂你的禮貌的。那我們如果從 token 的這個角度來去
理解这個禮貌的問題，該怎麼去解答這樣的一個問題呢？那我想我們先給大家舉兩個例子吧，一個是把 AI 當工具，一個是把 AI 當對話者。把 AI 當工具會什麼情況呢？比如用戶會問總結文章，然後 AI 呢，它得到了2個 token， 一個總結，第二個文章。所以 AI 根據這2個 token 給了用戶一個500字的通用總結。用戶一看說太長了，短一點。那這個時候 AI 得到了什麼？ AI 得到了5個 token， 假如說，對吧？那麼太長了，短一點。那這個時候呢 AI 又重新給了200個字，但是發現把重點丟失了，都沒有達到用戶的滿意。那用戶就只能覺得那算了，我不讓你总結了，我還自己看吧。那第2個例子就是如果你把 AI 當对話者，那你很可能会说，用戶就會說，嘿，我需要幫忙，我明天要開個會，需要用這篇文章的內容，但是我老闆呢最主要關心成本跟數據，能不能幫我總結成200字左右的一個重點？而且這個重點呢放在第3部分的數據分析裡面啊，非常感謝。那如果是這麼說話的話 ，AI 其實得到了30多個 token， 這個裡面提煉一下可能會包括，比如明天開會、老闆關心成本、數據、200字、第3什麼數據分析等等等等。那當 AI 獲得了這麼多個 token 之後，它就非常方便的能夠極大的有可能給到你的回復就是一次性到位，因為它知道了這些更多的細節，所以大家看得出，很容易應該能看得出區別，對不對？因為從 token 的角度看，它的區別並不真的在於嗨、謝謝那幾個禮貌用語，區別主要在於你提供了更多的有價值的上下文 token。比如說明天開會，這是使用場景；老闆關心成本，這是受眾的心理。再比如說第3部分數據分析，這個是具體的一個要求或者說具體的一個指向。那這些上下文在 AI 的訓練數據當中和有針對性的高質量的回答就關聯在了一起。當 AI 看到總結文章這個 token 的組合，它在訓練數據中得到的模式就是給一個通用模板。可是當 AI 如果看到明天開會、老闆關心成本這些 token 的組合，它在訓練數據當中學到的模式就是用戶有明確的場景和需求，需要給出針對性的答案。它在訓練數據當中學到的模式就是用戶有明確的場景和需求，需要給出有針對性的答案。AI 不懂禮貌，但是 AI 在訓練數據當中學到了，當用戶提供了這些上下文的 token 的時候，通常需要更精準的答案。那麼我為什麼說要有禮貌呢？我首先想坦誠的跟大家說，理論上你真的可以完全不用任何禮貌用語，直接說總結文章200字，給老闆看，重點成本數據，明天開會。你如果能這麼說話，也能得到很好的結果。你好，謝謝，這幾個 token 對 AI 來說完全沒用，這是事實。但問題在於，大部分人是做不到這樣的。為什麼？因為我們人類的表達習慣是，當你用禮貌的方式開始對話的時候，你會自然而然的開始八卦，這是人類的天性。而八卦是什麼？八卦意味着什麼？八卦就等於展開細節，交代背景，解釋原因。就像你找同事幫忙，如果你直接說做 PPT 10頁，技術優勢，下周用，其實重要的信息都在裡面了，但是你會覺得很別扭，你的同事也就会更別扭。但是如果你說，嘿，能幫個忙嗎？我下周要給顧客提案，需要做一個 PPT， 大概10頁左右，展示一下我們的技術優勢，謝謝啊。這你就會覺得很自然了。所以自然才是關鍵。當你用禮貌的方式表達，你会自然而然的多說那句我下周要給顧客提案，這就是上下文，這就是上下文 token。 我不否認有極少數人是可以做到既不需要用禮貌用語，又能完整的提供所有的關鍵信息，但是這個不是常態。对於大部分人來說，禮貌其實是一把鑰匙，
它打開了你完整表達的開關。那麼從 token 的角度來看，犧牲3到5個 token 在你好跟謝謝上，換來的是20到30個有價值的上下文 token。我個人認為這筆賬還是划算的。最近呢，有些 AI 的模型開始支持思考 token， 也就是深思熟慮这個功能啊。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在 AI 回答你問題之前會先想一想，但是注意這個想的過程也會消耗 token， 但是你並看不到這個想的部分啊。当然有些支持是把它想的過程也打開讓你看了啊。那這其實跟人類很像的，我們在說話之前也會在腦子裡過一遍，但是你聽到的只是最終說出來的話。 AI 呢現在也開始有這種內部思考了，就有點像你抓娃娃機之前你要在心裡盘算一下怎麼抓哪個，然後才按下按鈕一樣。 AI 呢現在也會先在心裡盤算一下，只不過呢這個盤算的過程，注意它也需要游戲幣。那這裡就有個重要的問題，什麼時候值得打開這個思考功能呢？因為打開思考功能就意味着你会消耗更多的 token， 如果你訂閱的话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錢。另外很重要的是，即便你用的是免費版，那麼打開思考功能也意味着你需要等待更長的時間，因為 AI 需要思考。所以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值得打開思考这个功能的，你需要自己去判断。那什么时候值得打開呢？我給大家一些我自己的建議啊。比如說你遇到一些複雜的邏輯推理問題，什麼謎題啊，什麼數學題啊，需要推理的，你可以嘗試着打開思考。再比如說你需要權衡利弊，在 A 和 B 當中做抉擇啊，這個時候你可以打開思考功能。再比如說你需要做一些創意的這個任務，比如說讓他幫你寫一個故事啊，做一首詩歌呀，等等等等啊，那你也值得的。那再有就是在專業領域，比如說調用代碼、寫代碼、編程的過程當中，打開思考功能也是應該會有幫助的吧。那什麼時候不建議打開呢？比如說你就是簡單的一種詢問事實和查詢，比如說某個城市的人口啊，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啊，翻譯啊等等，這個是完全不需要打開思考功能的。再比如說格式轉換，再比如說這個模板化的生成一些內容，比如說什麼會議模板吶、感謝郵件吶、這郵件模板吶，這個都不需要。再有就是日常聊天啊，你只是想這個調戲一下 AI， 這也不需要打開深思熟慮的模式。所以我個人的建議是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就是方式啊，可以幫助你去判斷一下我要不要打開深思熟慮啊思考這個功能。就是你先問一下自己，你問 AI 的這個問題，如果你問的是一個人類的專家，他需要認真想一想才能給你答案嗎？如果說是不需要，那就不用開思考功能。如果你找到了這行的專家，你認為這專家也得好好的思考一下啊，不是說脫口而出的這個答案啊，那麼你就可以考慮打開思考這個功能了。所以思考 token 也是你的遊戲幣，可以把它更好的用在值得用的地方。總結一下 ，token 是什麼？它是 AI 的遊戲幣，它是 AI 眼中的世界拼圖。它不是字，也不是詞，而是 AI 理解跟生成語言的基本單位。理解了 token， 你就能更好的理解 AI 的能力邊界。它為什麼聰明？為什麼有的時候又笨？但更重要的是，當你理解了 token， 你就會明白 AI 並不是在讀懂你，而是在猜測你。你給的信息越完整，它猜得越準。而那些有價值的上下文 token， 使用場景、受眾、目的、重點，這些才是讓 AI 猜得準的關鍵。這就回到了我一直在說的那個問題，人類和 AI 建立連接的關鍵在人類而不在 AI。 下次你再看到某某 K 的 tokens 的時候，你就知道這不只是一個數字，這是 AI 還能看到多少，還能記住多少，還能思考多少的度量衡，也是你和 AI 對話的貨幣。節目的最後呢，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我最近更新了頻道的會員福利，在不增加價格的前提下，現在的每個檔位的會員每個月都可以和我進行一次30分鐘的1對1聊天，通過思科的 Webex。
聊什麼都可以 ，Apple 的产品、Apple 产品的購買建議、育兒、家庭關係、職場困惑或者移民等等，只要是你想聊的話题，理論上没有限制啊。所以我们可以聊任何你觉得有價值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也想有更深入的交流，歡迎考慮加入我們的會員。具體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在視頻下方的鏈接中找到。好了，這期我們就先聊到這兒。如果你對 AI 還有什麼想了解的，或者說你在使用 AI 的過程當中遇到了哪些困惑，也歡迎在評論區我們一起討論。感謝你的觀看跟關注，我們下期再見。